命运上你。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感觉这个人挺好的，挺实在的，长得也蛮帅的，对我也挺好的。我感觉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刚开始见到她的时候，觉得她很漂亮，也很温柔。我觉得她就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女人。在我们接下来的生活中，她一次次的欺骗我，对我伤害很大，我无法原谅她。我打过电话，也发过信息，也上门找过她，但是她从来没有理睬过我。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她复婚，怕她再一次的伤害我。真的很迷茫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当一个人被欺骗之后，他会选择相信那个欺骗他的人吗？大概对于这一对来说，这是他们要解决的最大的一个难题。来，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杨32岁，来自黑龙江私营业主；女嘉宾小薇32岁，同样来自黑龙江，也是私营业主。来，有请两位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。跟这个舞台上其他的嘉宾不太一样，他们是曾经的夫妻。两位是怎么认识的？其实我俩认识挺简单的，就是交朋友介绍认识的，感觉这个人还挺好的。后来呢，就是我这个人吧，也挺实在的，就是由于他弟弟没有工作，当时没有工作，我就热心肠嘛，帮他弟弟介绍工作，卖手机。当时我们家里的人呢，也非常感谢他。是你们家里人都挺感激我了，但是你弟弟怎么感激的我呀？反过来他弟弟把人店里手机偷出40部给人卖了，老板不得找我吗？之后我这托朋友啥的，可下把这事给解决了。那是他做的，也不是我们家样里做的。那是不是你亲弟弟这件事我们家里头也非常感谢你啊，一直催促着咱们结婚。等于你弟弟涉嫌了刑事犯罪，是因为你前妻他做了一些工作，才没有让你的弟弟负刑责，对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然后你一家人就感激他。对，然后你就娶了人家，也不是说因为这个感激，也是不对，我得打断一下主持人，我不是他前妻，我还没有跟你说完呢，他那些破事儿。之前我已经跟你承认过，我说我离过婚呢。是离过婚，我当然知道了，但是我跟你说啊，我俩这是结婚没过几天幸福日子，有一天吧，就是一个女的突然间就上我家了，开门就要什么孩子抚养费，还有精神损失费。我就寻思，我也不是他妈冲我要什么抚养费，又什么精神损失费的。后来了才知道了，那是他前妻。我们离婚时候孩子非常小，当时我也不太成熟，然后我跟他也没什么感情，然后一直在我前妻那儿抚养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俩挺幸福的，说出来怕影响我们俩幸福，然后我就你怕影响，没和你说。当时离婚我倒知道了，但是俩家有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这不是欺骗我吗？当时不是欺骗，当时就是没想和你说嘛。然后呢？就因为这事儿，我跟你说，我俩吵多少次，你知道吗？动手打我，给我打啥样？给我打耳毛穿孔。那你说咋不说这事儿呢？你说因为这件事，你天天这么磨叽，谁能然后磨叽？你把被子给我撇外边，我当时不也是一时冲动吗？你一时冲动，你要再冲动点，我命现在都没了，今天不能站在这舞台上了。那我知道后悔了，你们俩就是因为这个离的婚是吗？还有，这算个啥事儿啊？我跟你说，我这人就傻嘛。他给我道歉，后来我也寻思了，你说我也不能说因为这事儿不贵。他那时候生意也不好，没有钱，你知道吧？我又舔个脸回我娘家，我爸妈都多大岁数了？我上我妈那拿1万块钱，把他1年的抚养费给了，之后多余还给他多付出好几千块钱，你知道吧？那当时我不说我现在生意不好，等我那个生意好一点，我把这钱全部还回去吗？是跟我保证的，我没说我这人就傻吗？没过多长时间，又一个女的上我家敲门，你知道要啥吗？开门冲我要分房子去。哎，我就寻思又抚养费的，又精神损失费，又分房子，是同一个女性吗？不是同一个女人，又是一个女人，我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是哪儿来的。后来了才知道，你知道是他第二任又一个妻子，你说这不又骗我吗？那我跟他在一起只生活了半年嘛，当时不是有原因吗？当时单位要分一个那个福利房嘛，然后那个福利房是要有结婚证的。我们俩呢当时聊天聊得也挺好的，然后我就把这个事儿和他说了，他当时就是说的愿意和我结婚，为了分到那套房子嘛，然后就很快的就结婚了骗房。看着，为了房子跟人结婚，那你说你跟我结婚又为了分点啥呀？我也没想到说骗房我和他结婚呢，然后我不也想好好的吗？那后来不是他出轨吗？这个女的来干嘛？这个
女的这不就要跟他分房吗？就要分钱吗？谁知道当时他俩咋说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后来我这由于我自己也有生意，我也没时间顾他这些破事儿，因为他给我整的一次真的挺伤心的，我就忙着顾我的生意。有一天我朋友打电话说，薇呀，那个你老公跟一个那个女的在商场里逛商场呢。我说不能吧，他都跟我保证过了，他也不能啊，我就没相信。后来我越想越不对。那不是你误会吗？原来那女的是原单位的一个同事，她老公要过生日，她老公的身材跟我是几乎是一样的，然后想给她老公一个惊喜，她说你帮我来试试衣服嘛，就这么简单嘛。你是模特啊，找你试衣服，他还没找别人家男的呢，当时不也是闲着吗？然后就帮我忙嘛。你咋不能帮我忙吗？你为啥不陪人家逛街呀？那不陪我逛街呢？那你不忙吗？我忙你就得跟人去逛街呀。那不是帮忙吗？咋一次次的？就因为这个离的婚是吗？这算啥呀？就这个事儿我又原谅他了。你都说我的傻啥样吧？没隔多久你知道吧？又有个男的指着我鼻子就进店就骂我，你老公勾引我老婆怎么地的啊！当时我都崩溃了。谁勾引他老婆了？那不是他想的多吗？我们只不过就是聊聊天嘛，聊聊当时生意也不是很好，挺闹心的嘛，然后就聊聊生意的失败嘛。是那个同事吗？不是。看没看见就这样男的啊？当时生意不好是可以理解，你消停的呗，你一次次整这些事儿，你自己咋那么不要脸呢？还接着整，你跟人媳妇聊什么天？你不跟人媳妇聊天，找你干什么？他不找别人去呢？那我们也没聊别的，只不过聊了生意怎么失败，什么挺痛苦的嘛。挺痛苦，死了得了呗，活着干啥呀？挺痛苦，你还知道痛苦啊？就因为这个你就实在受不了了是吧？哎呦我天哪！就这一年，你说我越想我没准越憋屈。就这一年当中，你知道他吗？从来没给我买过啥，什么节日都没送过我什么。等我过生日当天的时候，我说买束玫瑰花呗，是不是？你浪漫一下呗。你说人说啥？哎呀，买啥呀？200-300块钱，买了2天半蔫巴扔了，白瞎了。我说那你抽烟呢？你抽烟鼻子一冒烟没了，那你喝酒喝多也吐出去，对不对？那你咋不浪费呢？规律吗？你正常规律。那你玫瑰花本来就是很浪费这个东西吗？女人浪漫还是正常规律呢？那我没对规律。你问台湾你家里有几个不爱玫瑰花的？你问问。那我没对你，我没对你好过吗？那你买衣服、买吃的、买鞋，我抠过吗？哎呦，你是对我好过，这一点我得承认，确实是对我好。我问一下啊，你就是因为没买玫瑰花决定跟他离的婚是吗？这么多个事儿，你说我这一想，我俩这一年。没有一个他这话没事老瞎想。我瞎想？你要好好的，我能瞎想吗？我问问你，一次次这样，也就我这样女人吧，还能跟你今天来到这儿，我跟大家伙说，我都有点不好意思，知不知道？别人咋笑话我呀？然后就又离了婚了。对。谁提的？我提的。当时你知道我什么样吗？我现在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我自己了。那离完之后你干嘛今天还来呢？我特好奇。我今天来，其实吧，这半年来的吧，我自己也想开了好多，自己也这么大年龄了，又不是20多岁小姑娘，对吧？我就寻思别让父母跟着操心了。再一个，他呢对我家老人什么的，我家亲戚贼都挑不好了，你知道不？但是他对我吧，怎么说呢？是他就是说，第一次离婚我知道，因为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离过婚。第二次我不知道他骗我，但是他后来一解释，我也能理解，说你为了分房，对吧？就是说正常女人说想开了也能理解吧。后来了，我一寻思，他一个微信上那都是网络的，也不能有什么，就是说以后改了。我一寻思好好的呗，是不是？毕竟人对我还行，但是呢，后来一想，总体来说嘛，就是说感觉我跟他的感觉还是，就是跟在别人身上找不到嘛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他对你挺体贴，也温柔，对。虽然动过手，虽然欺骗过你，动过手，其实我也得承认我自己错误。当时吧，就是说我也挺磨叽，因为哪个女人吧，就这件事遇到这个事她也不可能说装作没发生什么事的吧。不着急啊。今年这个资料上面说今年32岁是吧？对。害怕嫁不出去了？并不是害怕嫁不出去，因为左一嫁右一嫁的也挺难的。现在这个社会男的哪有说实在的说没有好人吧？好像台下男嘉宾都得说我，但是说的遇上一个对心情的吧？可心的对心情，你跟他对心情是吧？对。也就是说，这男人干了很多坏事儿，你也想明白了，那你又想跟他，但是又不敢，所以你今天来的是吧？对。家里人对这段婚是一个什么态度？我爸妈一直对他印象挺好的。那你父母知道他的过往就是这些事儿吗？不知道。知道你们俩动手吗？那你有跟你父母说过吗？没有说过。以你对你父母的了解，当你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父母的时候，你父母还支持你跟他复婚吗？那肯定不会同意的。你没敢跟老人说？今天来我也并不是说想马上跟他复婚，我只是在
看看他以后的表现。就你想考察他一下？对。哦，离婚半年对吧？对，这半年当中我也改变了很多。不是你改变了什么？聊天的软件我已经删除了，生意也有点起色了啊。然后第二任的事呢，对啊，然后很快就能处理。这很快处理是指什么意思？是现在生意在这半年中有点好转了啊，然后很快就能把这部分钱，给他了，就给人家了。对。哦，那个找到你们家的那个女性的，她丈夫不会再来找你了哈？那个根本就是什么事都没有。你介意他打你吗？我俩就是那一次他动手打我了，而且也是冲动的情况下，就是平时我俩之间也没有说他动手打过我。也就是说，他做的种种，有些人完全不能接受的事儿，在你看来，因为你跟他很对眼，所以你还能包容，是这意思吧？是的。好了，应了那句话，金花配银花，西葫芦配南瓜，这事儿怎么办？老师们给分析分析，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这肯定是个暖男，他体贴关心，绝大多数情况下脾气好。唯一的悲哀就是他是个中央空调，不仅暖身边的这一个女人，他几乎可以暖到他身边遇到过的每一个女人。然后之前该坦白的时候没坦白，该真诚的时候没真诚。我想问男嘉宾一个问题，就是当你生意难的时候，跟人家的媳妇儿就聊上了微信 QQ， 对吧？你到底在找寻一种什么呢？就是他也挺强势的，总好磨叽，然后我也是觉得有些话和他说不出来吧。他的这个缺点得两人一起改。症结在哪儿？其实在你们日常的交流方式当中。我最初听到他把一个女性把自己的老婆打到耳膜穿孔，我觉得这样的男人如果有家庭暴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，不能原谅，不能原谅的，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。对，但是说实话，当我看完了他们的这种沟通方式的时候，我突然有点理解这件事情。这位女性的交流方式真的是高射机枪模式，只要情绪上来了，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正面表达，全部是负面情绪。这位男士他又不善言辞，他憋着，过了那个阀值之后，变成了手上的动作。所以给这位女士有一个小提醒，就是两件事情。第一呢，控制情绪。很多时候情绪上来了，那些话你不说不行，憋3秒，冷一冷试试看。第二呢，学会一下表扬自己的丈夫。很多时候他为什么要出去，时不时跟人家发个微信啥的呢？他在生活中缺点东西，他只能在外边去找，缺一份肯定感，缺一份价值感。控制情绪，学会表扬。那对于这个男士而言，就一定当断则断，绝不拖泥带水，两边稍稍都退一步，这是个很温馨的家庭。我觉得他一定还会再出轨，管你删了多少聊天软件，你会一一的装回来。我不相信你去找别人仅仅因为你精神上有压力无处排解，我认为你还有猎奇喜欢新鲜的心理在作怪，而且你从来都不懂得责任。那个孩子即使是新生儿，你却从来不认可他们的存在，可见你作为父亲作为丈夫一定都是不称职的。而你可以一忍再忍，女人们通常都不能忍的2件事，一是挨打，二是劈腿。如果你觉得可以一忍再忍的话，恭喜你，周瑜打黄盖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，你们回家就动武去吧，然后跟邻居说一声，打得不行嗷嗷叫的时候记得报警，别出人命。太灰色了，这还叫黑呀？这个女生的优点是抗击打能力强，她的缺点是抗击打能力太强。当她说跟这个男生在一起的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他脸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种暧昧的神采，和刚才高射机枪的说你不要脸你不要脸的时候判若两人。他突然之间好像回忆起了一丝暧昧的美好。我不知道你抗打击能力为什么这么强，莫名其妙的当第3任，莫名其妙的被打的耳膜穿孔，莫名其妙的知道自己可能要当一个继母，莫名其妙的一次次被背叛，你的心得有多大呀？其实刚才我说为什么莫名其妙，其实后来去想想，你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为什么你如今还会站在这儿，口口声声说他能给我温柔，他对我好，其实无非是几个限制级条件。第一，就是你在一开始 VCR 里面所说，可能觉得这样的男人还挺帅。第二，有点生意，还有点钱，对吧？经济条件还可以，对不对？第三，自己年纪大了，想找不到那么太好的了。
如果我猜中的是这3个客观条件，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。现在有一类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因为要了某些坏男人的温柔夜陷阱，却丢了做生活的大是非。我不管他跟你之间默契能够有多好，对你有多么暖，事实上他一次又一次骗你，他出手打了你，他羞于启齿自己承认自己有个孩子，而且他跟别人还勾三搭四，这些是大是非。至于平时对你暖不暖，那是温柔的陷阱。至于这个男人32岁啊，看着有点老，也难怪，他的沧桑是有原因的，才几年都3任了。其实我对于你其他的我不敢多说，我对你有一点我觉得我特别不能理解。他说他抚养费可以瞒着，但是你要去看儿子吧。他说儿子反正前妻养着嘛，你可以付抚养费，可以打给他，你要去看他吗？你可以完全无视他于不存在吗？你对于家庭没有责任，你对弟弟首先是没有责任的，他负刑责。你因为这个事儿一家人欢天喜地的觉得他把这事儿搞定了。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你弟弟，对于你的弟弟，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是不负责任的。第二，对于感情你是一而再再而三的不负责任，就别说了。为了骗房子还结婚，然后不承认自己的孩子，或者跟别人勾三搭四，你从头到尾听下来没有一件好事。你唯一有一点点的优点就是你很善于萍水相逢，很善于关暖人心。你最大的本事就是这么个女人看着不傻，居然你做了这么些事儿，今天还会坐在这个台上说想要跟你回来，这是你最大的魅力和本事啊！我要向你学习呀！所以现在米娜老师说完了之后说我没什么话可说，其实我也没什么话可说，还是那句老话，彼此相爱为民除害是比较好的。但是我始终跟你说一说啊，无论如何你跟他之间怎么样，如果你那个儿子的责任你都不承担起来的话，你连人的基本属性都没有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我听起来其实最震惊的就是在他们俩的情感里面是没有是非观的，这个是让人特别害怕的。你真认为你帮了他弟弟吗？其实当时那时候吧，我这人就是挺实在的嘛，就感觉那你说毕竟是我给他介绍的嘛。你想你胆儿多大呀？你连法律你都敢挑战，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恰恰是有这么大个胆儿，在他一系列对你的伤害之后，你还敢给他机会，所以我说你们俩对在一起了。我们尊重你们的意思，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，但是我们要提醒你们，不能在大是大非面前犯错误。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。小薇，之前我知道我错了，然后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，今后我不会再欺骗你，也不会再让你伤心。之前你一直说我没有送给你过什么礼物，然后今天我也带来了，无论结局是什么样，我想把这份礼物先送给你。我就是怕再一次受到伤害，只能看看他以后怎么表现了。来，请亮灯。拆礼物的心情是迫不及待，连话都来不及说，60秒马上要打开心看看是啥。我想他们在进门之前我该离开了。两位请回吧，谢谢你们啊。刚才启灯的时候我就在想有啥办法呀，来，人家偏偏是真爱。对，来请关门啊。我是觉得他那个离婚的点特别奇异，你知道吗？最后是因为没有买玫瑰而离的婚，而那么多大是大非的时候他居然都忍受和忍耐了。所以我们要说，当一个人丧失了对是非判断的时候，其实是挺可悲的，因为他的人生是他自己造成的一个悲剧。看他们自己的选择。Forever love, forever love， 我只想用我这一辈子去什么礼物这么神奇啊？从今以后，你会是所有。强哥是准备朗诵一遍吗？我是真不想读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已经气得半死了，我读我就怕涂老师最后一口气就咽了。走吧，走了我就读了。
我跟你说，我看我也气，就显得你这人特物质，你知道吧？哪个女人不物质？哎，你错了，那不对哦啊！以后还想收礼物就出来吧，老婆，爱你。那么么哒，你自己么么哒去吧。哦，送了个镯子是吧？啊，怎么着？你是还要那套程序呢，还是如你节目里面所说的那一套话说，我不是说今天就跟他了，我只是给他一个机会。我就是那么想的，其实就是只给一个机会是吧？我现在也不是说就原谅他了，我想看看他以后表现。哦，还是看表现。对。我们这个舞台上也经常有啊，就是女嘉宾只是给男嘉宾看表现，所以女嘉宾会说出来说，哎，这个求婚的仪式我就不要了啊。这抽奖的我也就不抽了啊，等我们俩真好的时候我们再来补，是这意思是吧？我还真理解你哈，就说今天这些都不要了，对吧？等你们俩真的好了，你发现他改了，我一定补给你好吗？好的，谢谢两位哈，谢谢了，请回，这边走啊，祝你们幸福啊。